此外，我看有朋友写了说，感觉到中国已经很大了，中国不会倒，不会出问题。我跟大家说想的不一样。上次跟大家讲了，中国人已经有40年没有任何道德和信仰了。然后所有的官员，我跟大家以前讲过一个视频，大家应该还记得，海南有一个三面观音，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啊。在海南有一个巨大的观音雕像，叫三面观音啊，海南的观音雕像。那如果有幸你去三面观音里，你就会发现观音是有上百上千个化身的。三面观音的雕像里面是中空的，中空的里面除了有一个巨大的，还有一个观音，后面有一个善财童子，一个什么童子以外啊，然后剩下的是无数的小观音，每一个观音那儿都有购买观音的这个人啊，这个观音保证，比如什么60观音啊、求子观音啊这些观音保障的。那么这个上面顶楼上上到顶层还有一个小的供着财神的地儿，那个财神里面也都是像也都是人。如果你们有机会，你在里面，因为他只要你进到里面要买这个观音租这观音像，你是随时可以看的。你可以轻易的发现，因为很多都是连家里面的这个老公、老婆、孩子的名字。你要熟悉中国的政治体制，你会轻易的在里面看到无数领导人的供的东西啊，无数的。所以呢，你会发现最起码应该有一半的东西都是领导人在里面供的。这个是什么？这就是真正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什么？相信佛，相信观音，相信神会保佑他们拥有现在所有的财富跟统治的地位。他不相信什么？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相信社会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今天如果听我话的人，有中国共产党系统内部的人，了解你们领导的思想，你一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对于一个这样的自身的党的核心领导都从不相信党，都只相信神佛的党派，你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真的去信仰中国共产党吗？啊，这个国家的人民改革开放40年只信仰利益，谁能带给他们真正的利益就是他们信的，谁破坏了他们信有的利益，那就是他们不能够信的。所以中国现在我们这10几亿人之所以信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让他们曾经富足过。但只要未来1年2年经济直转直下，大量的人开始失业，欠债的人到处都是啊，就跟我说跟王宝强的未婚妻一样，都欠债，失信被执行啊，都到了这种程度。你们看看这些人，中国所谓的小粉红、共产党坚定分子，还有几个人会信党的啊？还信中国共产党的？怎么可能有人相信啊？所以呢，中国很快面临的局面，就这1、2年，就会是一个全民反党的一个局面。除非中共又能让老百姓富足了，又能让老百姓都吃的特别棒，活得很舒服。只要他的统治让老百姓越来越惨，越来越差，不会有人信。不要相信中国有忠诚支持于中共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你看看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干部，久经考验的战士跑到海外来，他们自己的嘴脸要东西要钱要这个要那个，希望能够安排退路给家里人在海外卖退路的嘴脸，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中国共产党哪有什么铁板一块，哪有什么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自己内部的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去着想，内部的人况且如此啊，每个人都在安排退路。你们觉得这个党，我们的14亿老百姓会那么信仰，会说？不可能，真的是不可能的。那等着我们现在退休的，比如说有4亿人，每个人都退休后没钱治病，吃不好穿不好的时候，看看中国那时候什么景象吧。这4亿人都是有子女的，都是有孩子的，对，那你到时候看看这4亿人都是什么景象，他们延展的东西又会是一个什么东西？最坚固的堡垒都是在内部攻克的，这个话我以前说过了。所以中国共产党倒台，大量的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裂跟分化，对，内部的分裂和分化，这个就没有办法啊，真的是。
你妈都不信了，炒了30年，对呀，利益嘛。因为你妈妈以前信，是因为她给了你妈妈和很多老人更多的利益，但是现在看到周围出的事儿越来越多，自己的利益也受到了巨大影响，你还让中国人保持某种信念，怎么可能呢？那根本不是中国人，那根本不是中国人。我比在国内是收敛，我比国内收敛的吗？我觉得我还是挺张扬的。我就是因为在国内太不收敛，所以才被干死的。我现在比国内收敛了吗？你觉得？啊，在我的名字上还是在我的这个感觉上还是跟国内是一样挺尖锐的一个挺尖锐的一个东西。对，党内派系都在底下各自的，没有办法去说什么现在叫什么大的派系。美国会不会因为高额负债而崩溃？我建议大家其实看一下30年、40年来所有美国相关的资料。美国的资料就是美国年年都会崩溃。如果你在美国待着，你就发现这10几、20年、30年，美国天天都要崩溃。美国永远的各种学者、专家都说美国随时会崩溃。那绝大部分这种崩溃的信息都是有问题的。这个我讲过，就是短板。老外的习惯，不管是美国、欧洲，他们习惯看他们这个水桶里最短的板，然后把最短的板放大镜一样的看，问题突出，要求解决问题。所以呢，有人说中国和美国的问题，我说中国什么时候出问题，美国都不会有问题，英国都不会有问题，因为中国的问题比他们大多了。我讲一个最典型的事儿吧，真实的事情啊，大家就知道了。在吃饭的时候，这边呢坐的呢是当地的特别有名的华人的社团的一个大佬，这边坐的是香港很著名的一个机构的一个老大这是星期六一块吃饭的一个事情，真实的事情。然后这个老大就问了个问题，香港这个老大他说呢，我现在呢可以换护照，西方国家的，我也可以保留我香港的身份，但是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搞清楚，就是我换护照，比如说我换一个英国的护照，和我拿着我香港的这个护照，这个最大的差异是在哪？然后坐在这边这个老哥姓何的老哥，他就说了，他说我告诉你差异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英国人，你能看得见未来的30年，什么意思？也就是英国未来的30年，它的法律、它的法规、它的社会发展基础情况，就跟30年前一样，你基本上看得到底，它不会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更不会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异常性的改变，你能看得底。然后他回头说，香港你看得见吗？你知道明年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子吗？后年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子吗？他说你看看这10年来中国大陆变化情况是什么样，没有人知道中国明年会是什么样，后年是什么样。他说你敢保证现在没有了美元外汇储备支撑的香港明年会是什么样，后年会是什么样？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因为你看不到。也就是如果你在英国，你是看得见后面30年的，你在香港明年你都看不见，你都不知道明年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马上这边这个香港的这个大佬马上说，对，你说的特别有道理，说我一下就点明白了。其实他讲的就是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差异，就是由于在西方的法律法规和规则基本上都是确认的，你在这些国家待着，你可以看到5年、10年甚至20年后它的社会变化什么样，微调，不会因为任何执政党的任何拍脑袋行为产生无限巨大的变化，甚至180度的折弯。但中国不是，中国是一个权大于法律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高于一切，他拍脑袋要搞国有，全部都国有，像现在这个国有企业已经对淘宝、对阿里巴巴进行了完全的控股，支付宝进行了控股是一个概念，真实的控股啊，支付宝现在已经被我党控股了，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这是一样的景象。那他所谓支持民营企业，他3个月以后说不支持就把你们全收了，再3个月以后又说支持，没有人知道他明年还在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他是个你看不到底的国家，要干什么全看老大的意识形态和意识思维，对，意识形态跟意识思维。所以这种情况，这个国家要怎么去变，没有人知道所以你愿意待在这个国家，最大的风险就是你不知道会怎么样。